你怎么在这儿？这话应该是我问你吧？你管得着吗？我就奇怪了，我怎么走哪都能碰到你？你不会是在跟踪我吧？你就这么不想遇见我啊？是的，非常确定，肯定不想见到你。所以你不惜撒谎骗人，说自己有急事赶时间。我有这个必要吗？咱俩不熟。陆氏地产宣传部，刘琳，刘小姐，刘小姐，干什么？你的楼层快到了，跟你有关系吗？咱俩不熟。能麻烦你在下电梯之前挪一下你的玉脚吗？你从一上电梯就踩着我的脚，你不需要跟我道个歉吗？对不起。没关系。下次见面的时候，记得帮我把鞋给擦干净。切，回见，哼，别是来拉广告的，让你做成了才怪，让人踩了脚也不早说，天天的就会装酷。通知宣传部和项目部全体人员开会，马上。好的，陆总。不会吧？怎么是这个该死不死的坐在正中间了？我的妈妈呀！难不成这个陆氏地产的陆就是他那个陆？我就觉得哪儿不对劲儿嘛！洋洋让陈淑芳接上工作，金谷的家族企业。哎呀，刘琳呐，你这脑子怎么关键时刻进水了？完了，这下不熟也得熟。10分钟之前还骄横跋扈，现在居然为人臣下胆战心惊，太丢脸了！你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你躲，你躲，你躲，我就看不见你了。有本事，你隔着楼板躲楼下去。陆总，陆总，人都到齐了。啊，来，开会。今天开会呢，有2个主题。第一，咱们2期的销售得加快速度了，我的资金要加快回收。责任内的出方案，责任外的出主意。第二，无锡观海城的项目马上就要施工了，宣传方案、形象设计得马上跟上。你们2个部门群策群力啊！陆总，观海城的预售方案我们正在做，其他的细节还需要推敲，还不成熟。我们会尽快的把方案拿出来。行，那你们呢？观海城的宣传计划目前刚刚制定，这还需要跟项目部配合，我们已经在商量了。另外，2期的宣传也按部就班的在进行。按部就班？按部就班怎么行啊？
我刚说的，我要抓紧销售速度。你们宣传部门按部就班，怎么跟得上销售速度啊？不是我要说你们宣传部了，你们最近总是碌碌无为，提出来的案子都是因循守旧，你们得自己给点力了。是，我会抓紧，尽快拟定新的方案。您放心，不会给销售扯后腿的。行，大家都知道自己下一步要做什么了吧？那就抓紧做。今天会就开到这，放松一下吧。我呢，想跟大家聊点题外话。咱们公司啊，在地产界虽然比不上4大国企，可是怎么说也算是个大公司了。这大公司就有大公司的形象，大公司的气度。传达一家公司形象的最大载体是什么？是员工。在这里呢，我想给大家提个醒。我个人认为啊，咱们公司目前有些员工的素质是急需要提高的，要注重素质。怎么样叫没有素质呢？我给大家举个例啊，一个员工为了怕迟到，慌慌张张、大大咧咧地进了楼，挤进电梯之后还踩了别人的脚，竟然还大言不惭的、理直气壮的、不主动道歉的、极度不友好的，这就叫没有素质。这样的行为就给公司造成了极为负面的影响，抹了黑。我很惭愧，我很可耻，我很无地自容，我错了，我以后一定改。行，那我说完了，散会吧。这么快就散会？这么虚张声势，感情就是为了吓唬我？你个变态！不就是言语得罪了你几句吗？至于吗你？来，哦，到我办公室来一下。新豆哥，咖啡准备好了。你是？你好。你们好像之前见过啊？那天晚上，宣传部新来的员工刘玲。新来的员工。你好。玉敏，我助理。我可不只是助理。行了，玉敏，先到外面去吧，我有事要谈。可是我还……好了。花花草草还真不少。还看？别以为你是老板，我就会怕你。愣着干什么？坐呀。来，坐。呀，还真坐啊？不是你让我做的吗？我记得刚出电梯的时候，我跟你说过，下次再见面记得把我的皮鞋给擦了。你觉得现在可以了吗？你不就是为电梯的事记仇吗？陆星诺，你不要以为你是这儿的老板，你就可以对员工为所欲为。我压根儿不知道这是你的公司，要不然打死我都不会来上班。我刚刚在会议室才强调过素质，你转眼就忘了。
我踩你的脚，我已经给你道过歉了，你不要太过分。你又不是旧社会的土豪恶霸，你也不是新社会的流氓无赖，踩你一下脚还得给你擦鞋啊！要说没素质，也是你自己的素质不过关。你领我的工钱就是吃我一口饭，你对我这么不客气？理直则气壮，你不要认为你是老板，我就得跟你低眉顺眼、低声下气。行，你还挺有骨气。那当然了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，我铮铮铁骨过了30多年了，你别想欺负我。哎，等会儿，还有什么事？咱俩算是有点交情，再多聊会儿。你是在考虑该走还是该留？哼，在你犹豫徘徊的时候，你不妨想想你的房贷，还有你天天为之发愁的生计问题。还有什么要吩咐的？我和金谷的关系，你应该很清楚了。然后呢？真的很可惜，他怎么是你的弟弟啊？金谷可是比你强的不是一点半点儿，做事比你阳光多了。停，你跑题了。现在不是讨论我跟他谁好谁坏的问题，我要跟你讨论的是你跟他的关系问题。我跟他关系有什么问题？那我就直说了。你跟洋洋是同学，就年龄上来说，你俩应该差不多。可是金谷很年轻，他很单纯，很天真。作为一个哥哥，我是不可能允许他有一段不伦的姐弟恋的。我希望你能自重。还有啊，金谷的分辨能力很差。当然，你长得也不错啊。不过，我希望你能够别用你的姿色去欺骗一个单纯的人。真好笑啊，陆西诺！像你这种人就是天生的自大狂，你不要太自以为是了，行吗？你以为你们陆家人有多大的吸引力啊？我承认我跟金武比你的关系是更和谐、更友好，但是你凭什么有什么证据说我勾引他？这么大岁数的人说话能不能负点责任？你这已经是第N次侮辱我了！我告诉你，从今天以后我不想再见到你，无耻！刘林，陆总到底跟你说什么了？没什么，怎么了？我下岗了，你坚守吧，我先撤了。哎，有什么事跟我说，说不定我可以帮你。不用了，谢谢。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很不爽。再见。哎。又是夜了，又一次死无全尸，以及被粗暴的鞭尸。主啊，你到底想让姐以后咋活着呢？进来。西诺哥，哎，他走了，要不要通知人事部招新人啊？先不用，我
也不是一定非要他离开公司不可。他自己要走的，难道你这当老板的还要强留啊？傻丫头，那不是你该操心的事儿。我有我的想法。他跟我还有笔账没算呢。新诺哥，啊，我觉得你对他跟对别人不一样。不一样？有什么不一样？总之，就是不一样。我不在乎你身边有谁出现，因为我知道他们对你来说什么都不是，但是他不行。玉敏，新诺哥，我一直想问你，你心里到底有没有过我啊？玉敏，别说了，我突然不想听了。苏月，你在家憋那么多天，就写出这么个东西啊？不够深刻。领导，我是被冤枉的，我本来就没有错误，您让我怎么写深刻呢？没有错误，创造错误也要认识深刻了，不然怎么过关呢？哥，我求您了，饶了我行吗？行啊，我这一关过了，你把它拿给台里领导看看，看你还能不能干了。苏月，我知道你的品格，我也相信你不会干出那么没谱的事情来。但是你得面对现实啊！你看看你这都写的什么？那是检查吗？带着一肚子的怨气，说是申诉状还差不多。你的品格，我也相信你不会干出那么没谱的事情来。但是你得面对现实啊！你看看你这都写的什么？那是检查吗？带着一肚子的怨气，说是申诉状还差不多。回去重写。我到底招谁惹谁了？这事儿还有完没完？苏月啊，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！你再这个态度下去，就是勉强让你回来上班，以后不去新栏目当炮灰都不行了。为什么呀？你都看到了，安华现在组织是越来越熟练了，几位领导也开始对他认可了，只是意见不统一，所以暂时还没有发调岗的通知。你要再不回来，这时间一长，意见可就统一了，那个时候可就真晚了。实话实说，我打心底里希望你留在家人有约。安华跟你相比，气场是差一些，所以我在几位领导面前尽量的为你争取时间。可你也得知道自己着急才行啊！好，我明白了，我现在就回去继续编。什么态度？什么叫继续编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得端正态度，没有错误，创造错误也要认为自己真是错了。说你错你就错，没错也错，只有这样才能写出深刻的检查来。好，谢谢你，还是您对我好。为了不辜负你，我一定回去好好写。就算我自己没有错误，我也要把别人的错误写在我身上，然后深刻的去检讨，对吗？对啊，就这意思啊。喂，明天我要搬家，刚好我妈身体不好，要派你过来帮忙。
诚心是吧？啊，非赶上我焦头烂额的时候告诉我你要乔迁新居，怎么着啊，大庆儿？您是非得显得混得比我多么的风生水起是吗？我也难得能超越你一次，好吧？真是的，你就不能满足一下我这变态的心理啊？好，如果我能保证1个小时之内不上吊的话，就去帮你搬家，不然你就准备好给我收拾遗物吧。那你记得啊，在存折上把密码写好，我会去收的。太狠毒了，最多不过妇人心。明儿见。拜拜。地球人好几十亿，我相信老天爷应该不会只看我一个人不顺眼。明天早上要是太阳照常升起，我就出去找工作，一如既往的激情澎湃的热爱生活，否则我就自生自灭。唉，天无绝人之路，从今以后，老天爷你的座右铭就改了，我要激情澎湃。热爱生活，一如既往的加油努力。睡觉。我丢工作，你还不让我睡觉，关机，去死吧你！好，你别怪我没给你机会。谢谢啊。老公，我来了！老公，停！哎，你，老公！你，哎呀，站好。亲爱的，你看我现在有女人味了吧？你又喝多了吧？我告诉你，酒后乱性啊！你站好。没有，哪儿喝多了？走。我口渴啊！你谁呀？金国，起来了！你哥，你大半夜你别闹，你们困着呢。你给我说清楚，外面那女的怎么回事？外边那位啊，就是一直吵闹着要嫁给我的。你说这什么情况啊？半夜3更穿着3点在人家里晃来晃去的，你能认识点好人吗？
不是哥，怎么什么样的女人在你这儿都不是好人呢？人家睡觉不穿3点，穿什么呀？怎么？我还说不得你了？不是，你给我说清楚，你们俩什么关系？普通朋友。普通朋友？你见过哪个普通朋友像这样住到人家里去的？也是啊，是不太好。哎哥，你不是那个跆拳道黑带吗？你拿你那黑带给他捆吧，帮我扔去。你有本事把他弄回家，你就没本事把他弄出去？哥，你就收留他一晚上吧，啊，就1晚上。哎，我家里面从来没有野女人过过夜的。行，好样的。哎，干什么呀，哥？我问你啊，你之前说那个缠着你的，是他呀？耶，不是那个榴莲。哥，我跟你解释过，说过多少遍了啊！我跟那景姐是纯洁的友谊关系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、肯定以及一定。睡觉。哎，哥，哟，这么丰盛啊！哎，哥，难得你这脸上有晴天，有什么喜事儿？瞎说什么你？坐下吃饭。哦。哎，对了，昨天那女孩呢？让人家出来一起吃啊。我差点忘了。那谁，出来吃饭。啊，来了。头好痛。哎呀，这个丰盛啊。哎，哥你好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昨天喝的有点多，这脑袋不好使，那个打扰了。没事，快坐吧。哎，你喜欢金果？喜欢。不是哥，你问人这干什么呀？人喜欢你，你喜欢人家吗？普通朋友啊。哎，我没说找你当媳妇儿啊。做什么工作呀？我在4S 店里卖车。啊，有正经工作，那就干点正经的事儿，以后得注意了。你要喜欢跟我们家金果做正常的朋友，我特别欢迎，以后也可以常来做客。但要是有什么其他的想法，那就免了。如果再像昨晚那样，我就不会对你客气了。我知道了。那个别害怕，我哥跟你开玩笑，快吃吧。金果啊，你跟那个刘玲，真的是正常的朋友关系？哥，这不到12小时，你已经确认 N 多回了。我就问问怎么了？那我就最后再告诉你一遍，我们是纯洁的友谊。多吃点，来。陆总您好。到公司了吗？刚到。陆总，您有什么事儿呢？去查一下那几个新进员工的入职资料，我要找刘玲的家庭住址，把我手机上来。好的，陆总再见。
怎么是你啊？我是来道歉的。用你的双脚抱着你的头，像个毛茸茸的球一样消失。你干什么？欺负我还不够，还追到我们家来了？你别急嘛，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呀。我是特别真诚来向你道歉的，我误会你和金谷的关系了。我现在特别相信你跟金谷就是纯洁的友谊关系，我正式向你道歉，对不起。我今天是特别真诚的登门拜访，我希望待会儿咱俩的态度都能友好一点。你放心，我今天对你的态度会非常特别、极其的友好，请坐吧。你干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再敢欺负我，我让你脑袋分家！谁欺负你了？哎，放下放下放下！你身为个女人，你就不能有个女人的样子吗？我乐意，快说，找我来干什么来了？表明来意。我专程来道歉还不够吗？你专门跑到我们家来跟我道歉，你觉得我会信吗？我还真就是来道个歉。哦，你该不会是想请我回你们公司吧？当然不是。有话快说，没话就出去。到底干嘛来的？有话，还是关于金谷的事儿。你是想让我把你剁了是吗？不是，你听我把话说完呀。你是不是用8折买了我们开发的一套房？对，怎么了？事实的真相是这样的，那8折根本不是我们公司批准的，你省的那1折是金谷给你垫付的，你才能买下来的。什么意思啊你？就是金谷个人给你垫了20几万的房款。你胡说八道啊你！我有必要大老远跑来这编故事跟你玩吗？你要不相信我说的话，你可以到我们公司查一下账目。那是金谷答应的，给我的8折优惠。他说公司也有他一份的。你也是出来工作这么多年的人了，一些基本的企业运营规则你还是懂的。你看见了，那公司我是总经理，金谷说了不算。我要没同意，谁能用8折买房子啊？而我压根儿就没同意过。这下你明白了，你少掏的那1折都是金谷给你出的。而且啊，他是以换了台低档次的车为代价实现的。哎，其实啊，我也没什么别的意思。我跟你说这些，也不是希望你还钱，啊，既然金谷都同意了，我也没必要宁死弄个2头不是人，是吧？我只是希望你明白，你可能对金谷没有感情上的意思。可是金谷就不一定了，你说，否则一个男人怎么可能心甘情愿为一个女人掏这么多钱呢？你说金谷对我有意思，怎么可能啊？我大他好几岁呢，我一直把他当个小毛孩看的。对，这就是问题的所在，咱们都应该理智一点。如果你对金谷没这种想法，你就应该直截了当的告诉他，否则他越陷越深，对咱们都没好处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会把钱还给金谷的，我不会欠你们1分钱。好，既然你是个要志气、有骨气的人，如果真如你所说，你对金谷心怀坦荡的话，那你自己看着办。当然了，他出的那些钱也是我从公司的账户划给他的。如果你愿意把钱还给公司，我也不介意。你放心，如果你说的这些话都是真的，我说认账就认账。好，太好了！你要真这么办，我就太欣赏你了。我还真不用您欣赏。就这样，事情你也知道了，要不到我公司查一下账目，找金谷验证一下也行。那是当然了，对于您的人品，
我极其不放心，我必须当面求证。行，那走。妈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有好在有。你好，谁呀？你好，你好。妈，你是不是韩剧看多了？我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回来我再跟你解释。走啊！那去吧啊，别着急回来啊，有空来啊，有空来。哎呀，这小伙子真俊呐，真帅呀，这才叫帅哥呢。哎呦，可是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？是世纪佳缘网站那小伙子。谢谢啊，不客气。先回去吧。好。你看见了？你的那套房子就是9折入的账，可是你却是用8折的价钱买的，那人哪去了？你不会还怀疑我吧？你说我们这么大公司，有必要为了你的那点小钱，可以做个假账给你看吗？亲我人真好，这么善良，比你强10倍。哎，你别总跑题行不行啊？现在不是讨论谁善良不善良的问题。你刚才说的话，不后悔吧？我当然不后悔。如果那个钱真的是金谷出的，我肯定要把钱还给他的。哦，那就好。喝酒误事儿，一失足成千古恨。哎哥，你说这次你们家人印象对我是不是特别不好啊？叶，你基本上被枪毙了。我还没说完呢，哥。再见，下回再聊，拜拜。哎哥，那下次咱们好好聊聊啊。拜拜。拜拜。喂，哥。哎，你到公司来一趟。干什么呀？你也想我了？没跟你开玩笑呢。马上呢。哦。哎，我要先表明态度啊！我没让他一定还钱，是他自己非要还的。不是哥，这事儿不都过去了吗？怎么又旧事重提了呢？就忽然又想起来了嘛。你们俩直接对话。不是，那个景姐，你听我给你解释一下，我为什么要给你打这一折啊？是因为我对你承诺过，我既然对你承诺了，我就得实现我的承诺。You know， 这跟咱俩要谈不谈恋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。这钱你不用还了，你跟这事儿没关系了。怎么没关系啊？我自己有手有脚，能挣能花，我干什么要占你便宜啊？更何况，还有第3只眼在看着，等着看我的笑话。我绝不能让这种幸灾乐祸的人把我看扁了。不是，那什么，我哥呀，他没别的意思，他也不是故意的，来，谁说的？我是说，金谷是我弟，我特别尊重他。他说不用还就不用还了。大家都知道的，一个女人嘛，甭管她外表多么冰清玉洁、铮铮铁骨，一旦真正面对钱的时候，那都得心猿意马呀。没事的，你这钱要真不还，我们都会理解。见钱眼开，人性使然，是吧？是，我哥他说的对啊，这钱啊你不用还了。
我跟你保证，你要不还，绝对没有人会再跟你要的。就别用激将法了，行吗？你是怕我就坡下驴，真的不还了是吗？你个两面三刀、口是心非的奸诈小人！你不是硬气吗？你不是有志气吗？你不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吗？你多了不起啊！你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死硬分子！我就是死硬分子，而且是遇强则强的硬。我告诉你，别以为20几万就能吓住本姑娘，本姑娘宁做饿死鬼，不做亡国奴。好，太好了，你太有气节了，我欣赏你。坚持说，千万别认输。哼，你这个黑心这么狠吗？你就忍心看我个小女子容易吗？你是有钱人，我只是个打工的，没多少钱。我请你喝杯3聚氰胺，你就别跟我要钱了，行吗？我求你了。别装小可怜，爷不吃这套。当初你敲诈我3500块的时候，你手软了吗？用你的话说，这就叫以牙还牙。stop！ 不是，这事儿我是主角，是我掏的钱，你们俩看人呢？你们俩继续对话。金果，那钱呀，你不能跟他要。虽然才20多万，他也还不起。这孩子怪可怜。哼，是，我不要这钱，不用还。你说了不算，今天必须还。我说还就得还。我不要了。你不要也得还，你不要送到你们家把钱还给你，没有钱我挣钱也得还。不是，晴儿姐，你怎么这么倔呢啊？不是，我都不跟你要钱了，你这还什么还呀？行，你要非要还，那你就还吧，不就是20多万吗？是吧？你先把钱还给我，放到我这儿，你什么时候再用，你再拿走，这样行吗？拿来吧。那个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现在手里没有那么多现金，我只有3万块，我还得买家电，要不然我先给你打个欠条吧。你笑什么笑？有什么好笑的？我说还钱又不说马上付现金，我打个欠条证明我永远认这个账，好笑吗？对不起，我失态了，我真的没有嘲笑你，我是为你的决定感到不是欣慰，我是欣慰的笑。不是，那个景儿姐，你是不是吃错药了？我都不跟你要钱了，你说你打什么欠条啊？姐打的不是欠条，姐打的是气。哥，你看见没有？这景儿姐的脾气这火爆。是，太有志气了，我都尊敬，我都佩服她了。呵，拿着。嘿，小哥哥我又有钱了。金果啊，你人真是太好了，人品好。姐今天虽然欠了钱，可是我心里特别的高兴。姐奉劝你一句，跟这个人保持距离，别让他给你污染了。走，姐请你吃大餐去。走。哥，我吃饭去了，再见。哎。逞强了吧？快上当了吧？行，景儿姐，你别捅我，你听我说呀。别叫景姐，把景字去掉，叫姐。哦 ，OK， 我也挺喜欢姐弟恋的。我告诉你，金果啊，以后不准开这种玩笑，要不然我不理你了。哦，不开玩笑了。姐，那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呢？我还能有什么打算啊？
继续找工作，赚钱养命。哎，等，景哥，喂，哎，你们走哪了？楼下呢？哎，把他带回来。干什么呀？好事儿，对他有好处。真的假的呀？真的，快把他带回来啊！他说让你回去，让我上去啊？他还想干什么呀？他说是好事儿。他能有什么好事儿？哎，这走回去看看去啊！别，走，哎呀，我上去。我告诉你，就3、5分钟的事儿，没事，走。哥，我回来了。刘小姐，你回来了。我不想回来，是他拉我回来的。别气了，之前对你做的种种不礼貌的行为，我在这里跟你道歉，请你原谅。干什么？我当着我弟的面发誓，我的道歉特别真诚，绝对真诚。不是那个哥，你是不是也吃错药了？你别打岔，我的态度是正式的。刘小姐，请你原谅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就是想请你留在公司继续工作。哎，姐，这靠谱啊！你留下来就不用出去找工作了。对呀，而且你的底薪立刻提高2成，从8000到9000，奖金和补助另算。你变态啊！会有这么好心？我明白了，你是怕我还不起你们家那20多万，想把我扣这儿啊？绝对不是怕你还不起金谷那点小钱，也绝对不是想把你压在眼皮底下看着，那完全两码事儿。简单的很，我们俩都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正直、特别值得信任的人，就想把你留在公司工作。哎，那个我哥这话挺给力的，我觉得靠谱。那个姐，你就留下来工作吧，我支持你。这应该算是否极泰来吧？1个月底薪9000，加上别的，没准就奔万了。从战略的角度来说，是应该留下的。可是我跟他是死对头，再给他打工，是不是有点卖身求荣的意思啊？显着没志气。绝对不会卖身求荣，也绝对不会没志气。你为公司工作，公司给你应得的报酬，这是等价交换，绝对没有谁高谁低之分。咱俩在人格上是完全对等的，咱们都是劳动者，劳动者最光荣。我能听到你的心声是吗？不用担心。哦。那公司给你的报酬，你还满意吗？满意。那就好，可以回去工作了。哥，他这会儿怎么这么听话？他那是懵了，都没缓过来。怎么我心里想什么，他都知道。这混蛋能看透我的心，娘娘的，吓死我了！进来。经理。
刘小姐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死里逃生，什么意思啊？我又回来工作了，你欢迎我吧。太好了。这个叫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那得恭喜你了。谢谢，以后还要请你多多关照。什么关照不关照的，咱们是朋友嘛，自己人，以后别把我当经理看。那有没有什么新的工作给我啊？不用了，还是照原来的计划，把无锡的案子先弄好再说。好，我一定做到，让你满意。哦，对了，另外，如果你有空的话，考虑一下花园2期那边。昨天你也看到了，老板对那边的宣传效果不是很满意，我们得好好研究一下，做一个更有冲击力的方案。不过这件事情，我已经交给外面的同事去做了。如果你有好的建议，你就提出来；没有就算了。我们主要的精力还是要放在无锡这个案子上面。我明白了，那我先出去工作了。哦，对了，刘小姐，以后我们2个之间，你就别叫我经理了，叫我陈鹏就行。这样不太礼貌吧？这跟礼貌没有关系，咱们2个年龄差不多大，从苏月那边来说，我们也算是朋友吧。你一直经理经理的叫，这样太显见外了。要不然我在公司还是叫你经理，出了公司我叫你名字，可以吗？好，公私分明，好。那你以后也别叫我刘小姐了，听起来挺别扭的。好，我以后就叫你刘玲。哎，玉敏，你这干什么呀？宣东哥，我的辞职信你收好了。玉敏，你别闹小孩脾气了。我没有闹小孩子脾气，而且我也不是小女孩了。哥，他怎么了？不是，肯定你又招人了。你那么好奇，那你去帮我问问。啊，对了，那个无锡的宣传方案啊，有没有什么成熟的想法？目前还没有，我正在收集大量的资料。没关系，不急，我没有催你的意思，慢慢来。只是你把这么重的案子交给我，如果我做得不好的话，我怕辜负你的希望了。哎，你看你这样讲就不对了。工作嘛，总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千万不能着急。没听过“欲速则不达”，别给自己太大压力。好，那楼盘的资料跟相关的背景，你熟悉了之后啊，上网搜一下，网上有很多现成的策划方案，你去多看看，参考一下，马上就有灵感了。不懂就来问我，不管是在办公室，还是下班以后。以后肯定少不了麻烦你。你看你，说着说着又客气起来了。总之一句话，好好干活，好好生活，别把自己搞太累了。哎，女人呐，出来工作的确不容易。一般来说，男人都不希望自己的女朋友花太多的精力在工作上。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阻力，你告诉我一声，我会尽量把工作安排在其他人身上。不，我不会，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阻力。我就一个人，我自己说了算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因为家里的事情影响工作。哦，这样啊。
那就麻烦你了。不会，我送你回去吧，我顺路。谢谢。嗯。赵兰，谢谢你啦，沈鹏。不客气，你赶快上去吧。好了，我上去了，拜拜，明天见。明天见。拜拜。胶皮嫩肉，吐气如兰，哼，真是暴殄天物啊！喂，玉敏，你在哪儿呢？我现在找你。玉敏，我还是弄不明白啊！辞职，你这动静有点大了，说说怎么回事？说了你也不懂。不是我怎么能不懂呢？你跟我说说，说不定我能帮你解决问题呢。就你这结结巴巴的满嘴跑火车，你懂什么呀你？不是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我告诉你说话别像那刘琳似的，学点好行不行你？金果，你认识刘琳啊？认识啊。哦，哎，熟吗？特别熟。哎，那金果，你知道他跟西诺哥之间有什么事儿啊？他俩能有什么事儿？我还想知道呢。哎，你不会是因为那刘琳吧？我告诉你啊，他俩可是死对头，谁看谁都不顺眼。真的吗？哎呀，问世间情为何物，只叫人傻不拉几一条道走到黑。玉敏，你看着我眼睛，真诚吧？千真万确。如果相见不会。要是能让我面前的这个男人再努力一点，正经一点，做点正事儿，那就完美了。你说的是真的？看着我的眼睛，千真万确。我才不能按你说的那样呢！我要是按你说的那样啊，那我不就成我哥了吗？净找女的，不能像他那样。干啥去？哎呦，我这有点
点困了，我明天一早还要上班呢。装啊！行了，别装了。以后要说瞎话的时候，先看看表啊。这才7点1刻，困啥呀你困？那回去你睡得着吗？哎呦，才7点多，那我是睡不着。那我陪你看会儿电视吧，妈。看吧。你看到第几集了？12集。哦，好看吗？好看。你看那男主演，像不像那思密达？什么思密达？又跟我装傻充愣是吧？啊，就是今天我碰见那思密达。哎妈，昨天晚上都演到哪儿了？我都忘了。那个男主角跟女主角告白了吗？打住吧你，又想给你妈挖坑呢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这次你妈不往里跳，你咋地吧？哎，你就先跟我说说你俩今天这事儿，然后我就给你讲昨天晚上那电视剧。哎呦妈，你看你老是多想，我跟他什么事儿都没有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哎，对了妈，我这2天有点忙，你感冒好了没有啊？别跟我打岔，啊，只要你搞了对象，你一结婚，啊，妈这边你就100个放心，我是百病全无了。你知道吗？妈为你这婚姻大事天天发愁啊，啊，我的免疫力都下降了。哎呦喂，我的妈呀！您真是个人才，怎么什么事儿都能跟搞对象、结婚扯上关系啊？我服您了，行吗？啊，我拜拜您，我膜拜，我膜拜。你行了啊！你别跟我贫了。我老实交代，你俩人发展到啥地步了？什么程度了，妈？我跟他真的什么关系都没有，你不要多想。你要非说我们俩有关系，只有一种关系，就是仇人，不共戴天的仇人。那行了，别吃了。你干什么呀，妈？别吃了。每天我只有这个点补充点维 C。你看你啊，一不搞对象，二嫁不出去，啊，你就是把这个 ABCD 26个字母你都补齐了，那有啥用啊？啊？哥，这么晚了还没睡呢？去找玉敏了。他人呢？这什么事儿都瞒不了你啊！哥，我问你个事儿。那个我知道你照顾玉敏这么多年是有原因的，可是玉敏对你的照顾那也是无微不至的。你心里边到底有没有玉敏？你八卦这个干什么呀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不是，这怎么能不关我事儿呢？我刚才跟玉敏聊天，玉敏跟我说句话，她吓着我了。你知道她跟我说什么吗？她说她爱上我了。那哥，我跟你说实话，就是我也挺喜欢她的。
我想带他私奔。你现在开这玩笑有意思吗？我很担心他，快告诉我他在哪儿。怎么能不信呢？啊，算，不逗你了。那个这会儿玉敏正生气的，我告诉你，你也别去找他，找他也不跟你回来。那就不关你的事了。我让他回来，他就能回来。哎，那个，哥，我再问你个问题啊，你是不是喜欢那个叫刘琳的？哎，你别东拉西扯，你要不告诉我玉敏在哪，要不就跟我一起去。你回避问题，你说不说？不是你说不说？你是不是喜欢那个叫刘琳的？正面回答，是或者不是 ，yes or no。我告诉你啊，玉敏本身没什么心眼，这几年又都是我在照顾她，她要真有什么危险，你考虑过后果吗？啊？快告诉我她在哪，我现在就要去找她，是为她好。这样。如果我今天晚上不去找你，你就打算这么一直待在湖边了？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，为什么？反正就是知道。希诺哥，我觉得你变了。我变了吗？是因为他吗？谁呀？刘琳。你怎么会扯到他呢？他就是舒峰托付给我的人呀。所以你就对他特别关心吗？哎，丫头，原来你是觉得受冷落了，你还真是任性啊！你觉得我是任性，可我觉得我是因为太在乎你了。玉敏对我的好，我会永远记住的。那，希诺哥，我在你心里到底是什么位置啊？玉敏，别急着回答我，我只想让你知道，不管我在你心里是什么位置，在我的心里，希诺哥的位置只有一个。不论以后发生什么事情，不论你以后怎么对待玉敏，我都会默默地待在你的身边，陪着你，等着你。我的心，希诺哥，你明白了吗？玉敏啊，很多事情你现在还小，等到有一天你长大了，你就会明白你今天的话有多么的幼稚。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把我当成那个只会躲在角落里哭的小丫头吗？跟时间无关呢。不管经过多少年，你永远是我心里的小丫头。那我就应该永远叫你一声希诺哥，是不是？那不然呢？可是怎么办呀？在我的心里，很早就已经把希诺哥当成男人看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希诺哥，就算你以后有了女朋友，我也会陪在你身边。陆希诺，你对刘琳究竟是什么感情？那玉敏呢？刘琳，玉敏，有空吗？啊，有啊。我想跟你聊聊。好啊。那咱去楼里的咖啡厅吧。行。这应该是我们第3次见面。是吗？啊，我都没印象。那你还记得我们第1次见面吗？第1次啊？啊。第1次见面，你让我想想啊，
那天晚上我是故意要气陆总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没关系，希诺哥已经跟我说了，他给你解释过了。嗯，解释过就好，你别误会啊。那希诺哥有跟你说我跟他的真正关系吗？哦，没有。哦，其实你想不到吧，希诺哥是我男朋友，他已经照顾我6年了。哦，我现在知道了。现在知道也不晚。虽然希诺哥从来没有公开过，但是谁都知道，我们俩早晚会在一起的。对，你放心吧，我跟陆总真的什么都没有。那天晚上，我就是想给他找点麻烦。没关系，我没在意。其实，就算你真对希诺哥有感情，那也比不上我。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跟希诺哥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。我想这不过分吧？不过分，一点都不过分。你放心吧，我不是那种破坏别人感情的人。那就好。我跟希诺哥在一起这么长时间，其实我挺信任他的，而且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会待在他身边。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了。你那么了解他，那你应该知道他爸爸的事。他爸爸？这我是听金谷说的。希诺哥的爸妈在他3岁的时候就已经离婚了，希诺哥从来不提他的家事。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不了解他。你干嘛问这个啊？哦，没有，我就是想八卦一下，有点好奇。怎么了？好热，一点吃不下去。我也觉得热，吃不下。老板，买单。哦，来了。太热了。2位一共是40啊。呀，怎么没吃2口就要走啊？是不是不好吃呢？这店里实在太热了，这根本吃不下去。不好意思啊。这么热也不安个空调，难怪没生意。那等天凉快了一些，一定再来。好，走好啊。哟，你来了，小伙子。哎，坐一会儿啊。小伙子，老规矩了啊，你的芒果西米露。刘琳呢？这2天他忙着搬家，就没过来。难怪，觉得店里清静了不少。还真别说啊，没有他在我身边呢，叽叽喳喳飞来飞去，我有点不适应了。他怎么会来你这兼职啊？说是来做兼职的，可我心里清楚呀，他是看我这把老骨头了，想来帮帮我。哎，你说啊，这么好的姑娘到哪儿去找啊？哎，以后啊，要是哪个小伙子喜欢上她，我得一定告诉他，千万不能错过。看人这么准，那看你自己呢？你失去过？怎么说呀？有的时候呀，失去的就永远成了错过。所以为了不再错过，一定得听从你自己这颗心。东东啊，现在爸爸来教你怎么做哦，你得记住哦。好，我们得把蛋白跟蛋黄分开来。看
看见没啊？诺诺啊，这蛋黄打好了，然后我在里面再加什么呢？加奶油。对，真聪明啊！那个奶油，最后啊，我们要放上什么酒啊？咖啡酒。对啊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把它放在冰箱里冷藏4个小时。它怎么那么久啊？哟，等不及啦，这个小珍贵。暖暖，爸爸来给你讲一个提拉米苏的故事，要不要听啊？好。啊，说是啊，在第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有个意大利士兵要到前线去打仗。哎呀，他家里什么也没有啊。他的妻子呢，就把能吃的饼干，还有剩下的一些东西呀，做成一个大糕点。这个糕点就叫做提拉米苏。后来呀，这个战士在战场上，只要一吃了提拉米苏，他就会想起自己的家，想起他心爱的妻子。所以提拉米苏还有带我走、记住我这2个意思。他带走的不只是美味儿，而且还有爱和幸福。哦。哎呀。李叔，哎呦，来啦！我来啦。哎，不用你开口，那我就知道啊，老样子。想死我了。怎么了？好吃。要是来的客人都像你这么捧场就好了。李叔的提拉米苏，吃过的都说好。李叔啊，我今天刚好有时间，等一会儿我帮您忙一忙。哎，行。哎，老板，货送到了。谁呀？麻烦你过来签个字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空调。李叔，你发达了？哎，不，我没买过呀。不会有错的，生活电视就是您店，您看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你知道什么呀？一定是那个暗恋你的阿姨送的。哎，这不好乱说的啊！这。有风啦，李叔有风啦！哎呀，真凉快啊！李叔，我们店装的空调肯定生意越来越好，招财进宝，财源广进。哎呀，要那么多金银财宝有什么用啊？当然有用啦！你不想要给我呀？让我也体验一下什么是天上掉下一大元宝。那好啊，说定了啊，到时候都给你。你说的我可记着呢啊。这钱财原本是身外之物啊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的，那都是虚的。嗯。李叔，你一直都一个人，
您没有亲人吗？亲人们有是有啊，那他们怎么不来看您啊？我有什么好看的？再说了，我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。那您想见他吗？谢谢。李叔，咳嗽就不要喝酒了，喝点水吧。李叔，李叔，李叔，李叔。Ready go！ 怎么没电了呢？不用看了，有电。你关的呀？哎，你干什么呀，哥？你怎么在我最关键的时候给我致命的一击呢？啊，我都快过关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怎么不说了？我等你继续说呢。我不说了，洗耳恭听。我说你就这么无聊呢？这大白天的也不去公司看看，干点正事儿。公司的事我都忙完了呀！啊，你天天忙你的，你又不理我，你跟舒峰哥你们海北都不带我玩，这舒峰哥这2天也不见他人，我干什么？舒峰他有大麻烦了，有大麻烦你坐这干什么？你怎么不去帮他呢？这样你有点不仗义了。谁不仗义了？有些事只能自己解决，别人只会越帮越忙的。那这样，我的事儿我来解决，你把这给我。哎，你给。你少来哈，我待会儿再来收拾你。老天爷都看你不顺眼了，你冤枉死了我！哎，刘林，怎么了？晕倒了？关我什么事儿啊？慢点，慢点。当心！好了，他好了。李叔，你先睡一会儿。医生说让您多休息。我先回甜品店，晚一点就来看你。睡吧。我走了。你来了。我刚刚到。在我面前演什么演？要不要进去看看？我演什么了？你说你演什么了？你真是煮熟的鸭子嘴硬啊！你说什么？哎，别过来！明明心里在乎李叔，
还装着不在乎。我关心他干什么？不在乎你来医院看他。不是你叫我来的吗？真没见过你嘴这么硬的人。过来，过来呀！医生怎么说？你不是不关心吗？我是关心我没有甜品吃，行不行？唉，医生说，本来是没什么大碍的，可是小病拖着拖着就拖成大病了，生生拖成了肺炎。不过现在已经没什么大碍了，让他多休息。没事了。我跟你讲，我已经大概能看出你们之间的关系。哦。尤其是今天你又到了医院，你跟我说实话，那个空调是不是你买的？这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怎么不关我事儿啊？我跟李叔认识这么多年，而且他这么多年一直孤苦一个人，就你这么一个亲人，你凭什么不认他呀？你怎么想的？你这女人是不是有妄想症啊？都跟你说了是酒后的胡言乱语了嘛。还有，如果我告诉你，我今天来就是为了看你，你信吗？好了，以后啊别八卦这些无聊的事儿，好好努力工作。我告诉你，我要是心情不好了，我就会扣你的工资。到时候你那些债呀、贷款呐，就不知道该怎么还了。跟你说，以后别用那对美丽的眼睛瞪人了。记住。真恶心！琉璃，下班了，一起走吧。不用了，我们先走吧，我马上先走了。那行，我们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公司天台有事商量。大白天的，非要约在这么隐秘的地方，怎么？你想通了？要跟我告白？告白？别臭美了你！要不是因为现在公司你那些所谓的什么莺莺燕燕乱吃飞醋，我会约你到这儿啊？我现在是能避人耳目我就避人耳目。避人耳目？那是。你心里有鬼啊！你暗恋我？你就不能正常点啊你？这里幽僻安静，渺无人烟。一对孤男寡女到这儿来，如果正常点的话，该做点什么？哎，珊珊，跟我保持距离啊！我告诉你，要不是因为没有办法，我会找你吗？行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这钥匙给你。拿着呀。什么钥匙啊？这个是李叔甜品店的钥匙。甜品店的钥匙，给我干什么？因为李叔生病了，住院了，要不然我也不会给你啊。想让你帮他照顾照顾店，
要不然人流一流失，李叔的经济来源就没了。那我照顾甜品店，你干什么呀？因为我要搬家呀，不然的话，我怎么会交给您呢？您说是吧？这活我干不了。哎，干得了，干得了！我知道你最善良了，你一定不会袖手旁观的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安华，很高兴大家来到这期的《不见不散之家人有约》。那么在上一期的节目中，有2位男嘉宾成功的牵走了自己心仪的2位女嘉宾。我们不知道这一期的结果会是什么样，让我们有请这一期的俊男美女。来啦！哎呀，你干嘛呢？这么长时间才开门啊？哎呦，苏大妈，你说我搬你家，你干嘛那么积极呀？天还没亮。哎，我可不是白帮你搬家的，你要先帮我写一份检查。哎，检查？你什么时候发现我有这能耐，还写检查呢？说，你是写还是不写吧？你要是不写，我现在就走，明儿你自己搬家。哎呦，写，你说怎么检查？让我怎么检我就怎么检。怎么酸怎么写，怎么无耻怎么写。我知道了，我就写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以后一定改。No， 这个太流于表面了。哎呦，要我说呀，你这事儿啊，根本不是一份检查就能解决的问题，你知道吗？你就听姐一句劝，干脆破釜沉舟，你就从了那个送汤的算了。你又来了是吗？你当我真的会卖身求荣啊？卖身求荣怎么了啊？我跟你讲，那送汤的人还真不错，他现在可是我顶头上司，你知道吗？为了你，我还偷偷的观察了他一下，人挺好的，还挺热情。哎呀，听洋洋说了，你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。刘大庆啊，你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，这种牵线搭桥的事儿，您老人家还是省省的啊。跟你说认真的啊，你就试着跟他交往交往，没准就有火花了呢。你想想多好，回到家有现成的汤等着你，工作上人家还能帮你的忙，一举两得，一箭双雕。你到哪儿找这么合适的男人去？稚嫩。别说他是一个打工的经理，就算他是企业的大老板，那又能怎么样呢？你以为我们栏目真的缺他们那点赞助费啊？我跟你讲啊，他们把资金撤出去，后面有很多的赞助商都抢着给我们栏目送钱呢。甭往他身上看，根本使不上劲儿。像我们这样的阶级组织啊，有的时候有钱还真的没用，要有权，有权才好用，懂吗？哎呀，这权力离我可太远了，像我这平头老百姓，我真是无能为力了。哎呀，你就别再说了，先把检查给我搞定，让我减轻点痛苦。写，哎，明天帮你编啊，走吧，睡觉去。哎呀，我睡不着。睡不着你也得睡啊，养精蓄锐，体力在战。
一定要热情、周到，都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好，开始工作吧。陈经理，陈经理。哎呦，陈经理，这一大早的，您怎么来了？最近2期的销售不太好，是不是你们有什么工作没做到位？不会吧？我们都是按照规章制度来的，服务上肯定是没问题。老板最近一直在批评我们宣传部，你们要多注意。哦，是，这个我们肯定会注意的。再说，公司马上有领导要入驻了，我们也不敢不注意。公司的领导，哪一位？就是您宣传部的哦，新来的那个同事。你说刘玲？对。他什么时候搬进来？今天入驻。哦。他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哪知道？天意！还好我今天让我妈到楼下王阿姨家了。你不知道我妈现在完全见不到男的。刘大庆儿，你别打岔啊！说，是不是你们两个串通好了？说什么呢？谁跟他串通好了？我拿金谷他们家孩子的学生证跟你发誓，绝对没有。什么金谷啊？哎，陈经理。我来小区调查调查，正好收集一下宣传的建议。听说你今天要搬进来，就过来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。苏月，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人家是在问你。苏小姐，你好。你好。我就知道你会来，不成敬意，请你收下。苏大腕儿，别客气啊，我们领导好不容易找个由头见你面，收下吧，给点面子。呀，这花真好看，收下吧。谢谢。既然都来了，就别闲着了，上手搬东西吧。哦，对，我是来干活的。哎，当心啊！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小心，小心一点啊！哎，慢点，慢点。往那边，再往那边一点，往后。放在这里。谢谢。哎，洋洋这个小妇女啊，知道你搬家也不过来帮忙。哎呀，我没告诉他，他不知道。呵，合着你就欺负我一个劳动力是吧？她一个已婚妇女，来了只能捣乱。苏小姐，你累了就歇着吧。
我来就行了。陈经理，你就是喜欢拉伸距离，不要叫苏小姐，叫月月，或者是喝水。哥，甜品店，到这儿干嘛？对，西东，怎么回事？没事，是个甜品啊。不是，你一大早把我跟树峰哥叫，就为了请我们吃甜品啊？错啊，不是请，是付钱吃甜品。还有，顺便去招揽客人，打杂。不是哥，你天天日理万机，忙忙叨叨的啊！你做义工就做义工吧，你别拉着我跟树峰哥我们。什么加上你们俩？是只有你是主角，啊！在那，发挥你的阳光魅力，把客人招进来。招进来。不是，那我去招揽生意，那树峰哥干嘛？树峰结婚了，干这事不合适。我们俩在这吃东西，你干活。请坐。哎，好。不是哥，那我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你要走了，那太可惜喽。哥，本来准备看你表现好，多满足你个愿望的，这下省了。此话当真？传单在后备箱里。OK。树峰哥，别齁着你啊！这甜品店什么来头啊？能请得动你亲自上阵？没什么来头，就我一直找的那个人开的。你找到他了？什么时候的事情啊？你不告诉我？其实我也找了他好几年了，算是机缘巧合吧。知道他也来了上海，还在这开了甜品店。那他人呢？住院了。那你还在这儿干嘛？你还不去看看他？我去过了。还是一个人呢？哎，等一下，那现在谁在照顾他？刘林。他在这里做兼职。请允许我感慨一下，这个世界真的是太小了。你跟他，缘分呐！跟他是一见面就掐，什么缘分？孽缘吧。问你一个特别简单的，不过认真的问题，你跟他不会就这样掐出感情来了吧？就他呀？可能吗？哎，可能不可能？爱还是不爱？千万不要问我，要问你自己。我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你，千万不要陷在两个女人中间。你看我，就是最好的例子。哟，才几天不见，你就成了感情专一的宣传大使啦？看来还是要深受其害才能觉醒啊！我现在的状况已经是水深火热了。什么情况？说说。还有什么情况？左右为难呢？有你说那么简单吗？不然呢？你肯定有事瞒着我。你不会想脚踏两条船吧？这么简单啊？如果能踩得稳的话，我倒想试一下。左边踩一个快艇，右边踩一个游轮，我一脚踩上去，还没站稳，哐当就掉水里了。你不错啊，你又能左拥右抱，还能诗情画意的。得了，你别再跟我提那事儿了。
我每天用我坚强的意志力告诉我自己，我看不到他，我看不到他，他不在，他不在，没事没事，有用吗？嘿，你不提的话还蛮管用的。提什么呢？我好像听见有人说，这脚踩两只船，谁呀？书峰哥，你呀？谁让你自己进来的？客人呢？不是，坐着说话不腰疼。你们俩挺美的啊，在这吃着甜品，聊着艳遇，把我一人扔外边，于心何忍呢？你啊，看样子你是没有什么愿望要实现了。太好了，刚才的话当我没说。吃，吃，别，我认这儿住人。这。西诺，你真原谅你爸爸了？我都没有爸爸，我原谅谁呀？可是你现在又……哥，我的愿望基金有没有上限？跟你招揽的客人数量成正比。那你就看好吧。当！里边请。还是啊，环境多好的，上面协调的不是，愣着干嘛？赶紧招待客人啊！是。哎，你坐啊。啊，谢谢。啊，对了，前几天我在网络上看到那新闻，一看就知道是假新闻，你别放在心上，我们都支持你。我都没当回事儿，我现在不挺好的吗？就是，要是真给你换个栏目就不好了，这样我们就缺少了合作的机会嘛。所以才找你来商量啊，怎么样才能不减少合作的机会，不减少见面的次数？好好表现有加分。办法是人想的吗？我一定会争取帮苏月的忙。哎，态度不错。是你呀，小伙子，你今天怎么来了？好点了吧？哎呦，本来就不是什么大病。刘玲应该告诉过你，这是这2天甜品店的收入，还有钥匙。你看我一住医院了，倒是麻烦你了，不好意思了。以后有病就早点治疗，就不至于会这样了。哎呀，到底是老了我，身体也娇贵起来了。如果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啊，那好，谢谢你还亲自跑一趟。你来啦？干嘛不接我电话？你打电话给我了吗？我怎么没看见呀？我最近不是一直忙着搬家吗？啊，搬家就不能接电话了？这理由真的很奇怪。奇怪吗？哦，在奇怪人的眼中看什么都很奇怪。你如果没什么别的事儿，我先走了。你真是在躲我啊？哎，我干嘛要躲你？有必要躲你吗？李叔等我着急了，我要进去了。站住！话都还没说完呢。
我都帮李叔看了2天的店了，你是不是该对我有所表示啊？有所表示？我该怎么表示啊？你不该对我有所表示吗？哎，你这人真逗啊！我让你给李叔看店，那是为了你好，是想让你跟李叔多接触接触，你应该感谢我。莫名其妙。劝你以后别再自以为是了，你真以为你是李叔的救世主啊？你怎么不识好人心呢？看来不见你是对的。这么说，你承认你是在躲我了？你既然这么想知道，那我就告诉你，我觉得从今以后我们2个应该保持一点距离，这样比较好。为什么？理由很简单呢，没必要。那是谁短信我让我去天台的？你真逗，你自己应该很清楚，让你去天台，那是因为让你去照看甜品店。那我怎么知道是不是你接近我的借口啊？所以说我脑子进水了吗？跟你啰里吧嗦说一大堆。再见。坐啊！哎，你没事吧？我有什么事？没事，快把人家健身房给拆了，还说没事。来吧，喝口水吧。谢谢。兄弟，你该不会是因为刘琳吧？谁因为他呀？哎，你说他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？啊，他真以为我爱上他了？打电话也不接，去个医院还偷偷摸摸的，谁想遇到他？你呀，每一句都是他，还说不是因为他。不过说实话，我也很久没看你发这么大脾气了。不说我了，你呢？我没什么好说的，你都知道的。哎，我只希望我的麻烦可以快点过去。啊，对了，有东西送你。什么呀？去韩国的双人套票。双人套票？你找谁去啊？管你找谁去啊，反正你身边女人那么多。啊，说实话，你最近有点反常。我？哪反常了？就是没女人在你身边啊。我不是没有，我是都改后半夜了。真的假的？你都不告诉我，什么人啊？不够兄弟！我跟你开玩笑的。哎，不过自从你闪完了婚，夜生活就再也看不到你的影子了。每天按时准点回家，在家庭怀抱里自甘满足，过得特别幸福吧？你觉得呢？或者可以说，还没结婚还可以选择，看清楚自己的心。像我这样没机会了，活该。哼！哎，这个针给我。哦不，你付我钱，我完全不介意。拿回去，拿回去。哎，电话。你自己带着吧，我接电话。老公，你吃。你不用给我了，你给我水果，我也不会赞成的。为什么呀？不就是租个房子吗？哎呀，老婆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？就租个房子就给30%的股份，凭什么？脑子有问题啊？200多万投资投进去了，还差一点点房租吗？你说因为什么？那是因为人家老板对我嫂子有兴趣，管着吗？我没有问你，别胡说八道啊！我就是觉得一下给你砸头上了，
他不会坑我们的，一点风险都没有。老公，你怕什么呀？一点风险都没有？你以为西餐厅这么好做啊？你现在要做的是餐饮行业，你做过吗？你有经验吗？啊？我问你，上海门面房房租多少钱一平米，知道吗？开个西餐厅最起码200平，找一个好一点的地段，第一期的租金押金，我估计没有50万下不来。50万呢，不是风险吗？哎呦，不会我可以学嘛，什么事情都是有第一次的，我不去试，我哪知道我行不行啊？而且人家也说了，江湖险恶，不行就撤。要实在不行就散伙呗，散伙按投资比例来说，我也能分到30%，那没有50万也有40万，不会亏钱的。你还30%？你就租个房子，破产了，凭什么人家给你30%啊？30%是白纸黑字写在合约里的，人家说了，不管我以什么方式出，最后他都得付钱。人家合伙还有拿干股的，那叫治理股，1分钱不出，最后还会分钱。哎，丁娟啊，这种事情呢，我觉得你比较聪明，帮我讲2句，降降温。哎，你们俩的事儿我不掺和啊，别找我。啊，老公，你就帮帮我吧，我好不容易有那么一点点的上进心，这么好个机会，既浪漫又高雅，既有情调还能赚钱，还可以每天给你送牛排回来，你就帮帮我吧。哎呀！哎，好了，考虑一下。真好。大气儿，写的怎么样啦？正在罗列罪状中。这么慢啊？你写个检讨书至于这么费劲吗？小时候的书看的是白读了。我正在努力的想，我仔细的想，我最后一次写检讨书时候的状态。描述一下，帮你找找感觉。貌似是我小学1年级的时候。哎呀，头疼死我了！这检讨书怎么写啊？烦死了也要好好写呀，不但要深刻的触及到灵魂，更要体现我的文采。大气儿，千万不要让我在领导面前丢脸啊！苏大碗，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，第一个选择赶紧回家，我写完之后发给你；第2个选择，把嘴闭上。大气儿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。哇塞，领导。喂，领导，这么晚了打电话？周一上午来台里一趟吧。周一上午啊？有什么事儿啊？刚刚频道的李主任给我打了个电话，他是代表台里的几个主要领导，想跟你当面聊聊。啊，什么指示啊？基本上这个几个主要领导的意见统一了，你就准备接新栏目吧。啊？我不是凭什么呀？这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呢，凭什么认为是我的错啊？好，就算这事儿是我的错，那总要有个申诉的机会吧？可你们现在呢，完全没有顾及我个人的感受，就给我换了阵地。你这样的结果，我不会服的。不，凭什么呀？苏月，我是你的上司，也是你大哥，劝你一句啊，有些事情我都身不由己，何况你呢？好吧，有话周一来台里再说吧。啊？怎么了，苏大碗？怎么说的你们领导？你省了，投降书不用写了。真的？哎呀，我怎么办呢？万箭穿心呀！
你怎么起这么早？哎呀，你练什么功呢？大早上起来？思考。你在思考什么呢？是割地求和，还是战斗到底？委曲求全，还是犯上作乱？结果呢？宁战死沙场，誓不举白旗。你战斗数值得达到7000，我对你是无比的佩服。哎，《孙子兵法》36计，我就不信了，我还找不到一个绝地反击的奇谋妙计。哎呦，月儿，听我一句劝好不好？啊，你真的没有必要凡事这么较真儿。你想想，就算你现在退一步，你也比我们这种普通人要高端很多了。知足者常乐。不对啊，我跟你讲，如果这是冲锋陷阵，倒在敌人的炮火下，我死而无憾。可这算什么呀？啊，被自己人就给枪决了。我苏月是那么好欺负的吗？那你有何良策？找高人。进来。陆总。陆总，关于花园2期的宣传方案，我有些新想法，想向您汇报一下。坐下说。我仔细的考虑了之后，我发现，花园2期的销售一直提不上来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的宣传重点和其他的几个同期楼盘并无差异化，大家异口同声都在讲性价比，完全没有突出我们的独特性。这个我知道，解决方案呢？我仔细地分析了一下，我们花园2期无论是在建筑的外观和室内的设计，和其他的几个同期楼盘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更显年轻化，更有时尚感。所以我在想，是不是以后我们的宣传要把这个优势充分地放大，以此作为宣传的主基调？具体的手段呢？目前想到一个方案，我们可以聘请一个形象代言人，具有青春时尚的特质，在年轻人的群体中有较大的影响力。具体的人选呢，我个人觉得《家人有约》的主持人苏月小姐对我们还是比较契合的。苏月是挺有时尚范儿的，不过你得考虑主流购房的群体啊。真正掏钱出来买房的可不是那些青春人群，主要还是而立之年和刚刚成家的人为主流的。找的形象代言人的形象，如果过于偏离主流群体，可是会适得其反的。陆总您放心，这个我也考虑过了。我们对苏月完全不必有这个担心，因为她是婚恋节目的主持人，正好适合这个婚房群体。也有一定的道理，我会考虑一下。陆总，这是按照我刚才的思路做的一份详细的宣传企划书，您看看。好。哎，对了，吴昕娜的方案有思路了吗？好，现在这个案子我已经交给刘玲，她正在做。刘玲？她一个新来的员工，你把这么重要的事交给她，能行吗？陆总您放心，我觉得他对宣传企划这方面还是蛮有感觉的。我主要是想要借助他这个半外行的状态，看能不能挖出一些超出常规、剑走偏锋的点子。在必要的时候，我会安排其他的同事连同我一起介入进去。那行，先去忙吧。是。老主任，老水，我从大学一毕业就进了台里，我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，您看的是最清楚了。是。我知道您一向都很器重我，但这一次我是真的没辙了，您一定要帮帮我。
这一次啊，这个事出的呢，影响确实太大了，不给你点教训，实在是说不过去呀。老主任，这个道理我都懂，可也用不着这么大动作吧？写检查、受处分，这个我都可以认。可就这样把我从家人有约上撤下来，我心里不服气。老主任，您一定要帮帮我，我不是非赖着家人不走，就算是要走，也不能这个时候啊！我不想在哪里摔倒，就在哪里趴下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一辈子会抬不起头的。苏月，你是我一手提起来的，我当然希望你越来越进步。可是，毕竟我已经不在其位了，再给台里多添麻烦，好说不好听。哎呀，老主任，您就再帮帮我吧，就一次就一次。好，这样，等上了班，我给他们打电话，看他们还给不给我这个老领导面子。我尽人事，你听天命。实在不可挽回，那你也不要太执着，好吗？我就知道老主任一定会帮我的。好好好，那就这样。那你好好休息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好好好。哎，老主任，您就不用送我了。好好好，那你慢走啊。我还会再来看您的。好好好，再见啊。拜拜。老公，干嘛呀？有事好好说，这样说话让人麻麻酥酥的。老公，几天下来不给你犯贱，你是不是不习惯了呀？哎，你等一下，以我的经验判断，你已经到色诱的阶段了，接下来不会有什么好事。好了，别酝酿了，有事就说吧。是有那么一丢丢的小事儿。比如说给你钱开餐厅了，那不是小事。你怎么这样啊？你老婆现在遇到困难，需要老公大人的帮助。哎呀，老婆，我不是不帮你，不过50万呐，那不是小数目。你没听过吗？越有钱的人越缺钱。我这边公司的资金原本就很紧张，我又接了一个新的案子，我还要去银行贷款呢，又抽出50万，不是更紧张吗？我拿这些钱又不是吃喝玩乐，是干正经事儿。老公，等我赚了钱，我养你，给你分担压力。哎，可是你这个事情呢，是不会赚钱的，100%赔下去。我做生意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我，没有天上掉馅饼的，这是真理。不是告诉你了，你租个房子，凭什么人家给你30%的股份？有2个解释：一，他脑子有问题；二，他另有心机，挖了个坑等着埋你呢。老公，你心里怎么这么阴暗啊？我跟他无冤无仇的，他挖什么坑啊？我没有阴暗呐。那你告诉我，他不认识你，为什么把便宜往你身上推？因为我人好呗，值得信任呗。你说这个话，你自己相信吗？你别小看人，虽然我不像你那么有经营头脑，但我那么聪明，小小一个西餐厅我还搞不定啊。再说了，合伙人是朋友，什么事都好商量。就是你这句话，证明你不会做生意。告诉你，越好的朋友，越不会合伙做生意、做买卖。没事的时候大家好好的，分钱的时候不一样，你争我夺。说是说给你30%的股份，不过万一，哎呀，我是说万一啊，如果真的经营不下去的话，他还会把股份还给你吗？到时候他不给，你也拿他没办法，怎么办？告上法庭啊？还是跟他拼命啊？那只能自己倒霉。老公，你不要什么事情都往坏的方向想，往好的方向想一想。未雨绸缪，有备无患。做生意嘛，要做最坏的打算。
人家嫁给你之前，也是公司的精英分子，现在倒好，空有一腔热血无处挥洒，寂寞空虚了。老公，你就再帮我一次吧，再这样下去我会得忧郁症的。哎呀，乖，结婚的时候不是说好了吗？你管内，我管外，你享受你的，我忙碌我的，谁也不眼红谁，除非天崩地裂，不可抗拒力，忘了吗？你现在是下决心不帮我了？最后的态度？靠谱的事情我一定帮，可这事情不靠谱。陈树峰，哎呀，老婆，你别发小孩子脾气了，好不好？你都没把我当老婆，你自己过吧你。喂，老婆，我就讲道理、讲原则而已，难道我错了吗？哼。情歌的下河西上，双腿跪在那石头上，小情歌的，小手手红来，小手手白，把你我小脸扭过来，小情歌的。我回来了。哎呦，妈！哎呦，妈浑身疼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哪儿疼啊？妈！哎呦，是浑身酸疼啊！哎呀，四肢无力呀！走吧走吧，去医院，走，跟我去医院。不行不行，啊，妈现在走不动了。不用走，我打120。哎，别，你看妈都这样了，别折腾妈了。哎呦，那这不能干挺着，耽误了怎么办呀？哎呦妈呀！哎呦，李阳啊，你心疼妈吗？那还用说吗呢？那你能答应妈一件事吗？是，你看妈都这样了，不久就得找你爸去了。哎呦，呸！您充其量就是一感冒发烧，你不要老胡思乱想，行不行？我爸刚在天上清静2年，还不想让你上去烦他。哎呦，说正经的啊，你看妈要有个3长2短的，最不放心的就是你呀。你看妈现在这熊样啊，那你能满足妈一要求吗？行不？我的亲妈，只要您不胡思乱想，别说1个要求，10个、100个我都答应您。什么要求？你说的哈，你亲姑娘我说的，你答应了哈，亲姑娘答应了，不后悔啊？不后悔。到底什么事儿啊，妈？跟你说啊，就是那个上回，你不是带回了一个帅小伙吗？你能让他再来一次吗？妈想见见他，跟他说句话。妈，你说是那个露西诺呀？啊，对呀。哎呦，疼！您见他干什么呀？妈就想请他吃个饭，啊，嘱咐他，给你把关。哎呦，不行。你不答应是不是啊？你这不就立马让妈去找你爸是不是？你太不孝了！哎呦，疼啊！哎呦，行，我答应你还不行吗？哎呦，真是我亲妈！哎，答应了，答应了。哎呀，这才孝顺呢啊！百孝顺为先，是不？啊，那行。哎呀。那这小伙儿还挺帅的。妈啊，您不难受了？哎，你看这美女长得好看，你看像螃蟹似的。老主任，打心底说啊，我也不希望把苏月调离家人有约。我是个制片人，我当然希望有一个好的主持人撑着台面了。我说了不算呐，上面商量好的事情，你说我要硬顶着不放人，我哪敢干那么大逆不道的事儿啊！啊，这个呀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会跟他们打声招呼的。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，还是要给机会的嘛。何况苏月的能力，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。既然他现在不想离开，我们做领导的也要讲点人情味嘛。
在考虑大局的同时，也要顾及个人的感受，是吧？老主任啊，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啊。只要上面不强压着放人，我一定不让苏月走。那就好。记住，你和苏月在我的眼里都是自己人，在这种时候，自己人要帮助自己人。这我知道，我一定会为他争取的。好，那就这样。老主任再见。好了，老主任传话过来了，你找了个好靠山。领导，我这可不是故意针对您啊，冤假错案总要有个说理的地方，对吧？你是不是跟我置气？这都没用。我早就说过了，我本来就不愿意你走，可这由不得我呀，我又不是没有为你争取过，是吗？我知道，您一向都很照顾我。不过这个事儿啊，我实话实说，虽然老主任是传话过来了，但能不能过了这一关还真不好说。你知道我们频道的人事关系有多复杂，上面那几位不一定都能给老领导面子，只要有一个是反对一切，你就甭想回到家人舞台上，没那么简单。那您说该怎么办？真不想放过你的，你怎么着都没用。其实这个事儿，我想啊，你就缺一个合理的理由。这想干点工作怎么就这么难啊？您说，我要找个什么理由去？哎，这个你别问我啊，问我也不知道。老主任和我能为你做的可都做了，接下来就看你自己了。只要你能拿出过硬的理由来，我就能为你死扛到底。了解，谢谢领导。韩国类型，我妈一定喜欢。贵，贵啊，太贵了，一家比一家贵。苏大娃，亲爱的大庆儿，事情进行的怎么样了？我正在网上给我妈查韩国油，怎么都这么贵啊？喂，你好，你们部门那个刘琳跟苏月挺熟的，对吧？好，她们是好姐妹。是这样的，我想请她去找苏月谈谈，看她那个代言费是多少，能不能给个面子，便宜一点。当然，咱们公司也不差那点钱，不过能省则省，是吧？没问题，我马上去安排。啊，陆总，还有什么事吗？是这样的，你觉得我需要亲自去吗？好，陆总不用了。这种小事儿怎么能让您亲自出马呢？我去就行了。没事的，还是我自己去吧。陆总，这种小事儿绝对不能让您亲自去。您不用客气，我去就行了啊。这个女人，请她去旅游，她应该会挺开心的吧？喂，刘琳，进来一下。啊，好。进来。经理，你找我啊？来，坐。谢谢。有这么个事啊？你看你能不能办到？什么事？你说。我跟陆总提议，想请苏月做我们花园2期的形象代言人。真的？让苏月做我们代言人，那太好了。我能帮什么忙？你看你能不能私底下跟他聊一聊，那个代言费上便宜一点，也算替公司省点钱吧。应该没问题。苏月本身自己又不缺钱，而且我们都是好朋友啊，
他一定会给这个面子的。那就好，你再跟他好好聊一聊，争取出一个最低价。另外，我跟你实话实说，我跟陆总提这么一个建议，是想间接的帮苏月一把，算是尽我一点绵薄之力，让他度过眼前的难关吧。这个我明白，你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跟他说。虽然不一定有用，但是我相信他会记你这个人情的。哦，不是，你不要误会啊，我并不希望你告诉苏月这个事情是我一手促成的。我只想默默地为苏月做一些我能力所及的事情，我不想让她有太大的压力，好像让她觉得欠我什么似的。哎呀，你干嘛要这样啊？又不是你的错，你喜欢他，这有什么错呀？你为什么一定要掖着藏着呀？你放心，我觉得这件事情上，应该可以在他心里面给你加分。这我知道，但是我知道自己很普通，配不上苏月，所以我不想惹她不开心。只要她好就好，我默默地受一点暗恋的苦也是值得的。你能别这么说吗？这么酸我都听不下去了。你不好意思是吧？行，我帮你说，可以了吧？如果相见不会太晚，